对于别人来说，巴黎这座城市是时尚之都，网红和街拍最喜欢的地方，一个充满浪漫与各种偶遇、各种一见钟情的地方。但是巴黎对于我来说，觉得巴黎的治安真的是被所有游客和所有巴黎本地人诟病的地方，就是大家都知道巴黎的治安不好。并且非常的不好，这种不好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巴黎市中心的有些街区，连警察都不想去，然后就是警察对这种街区的治安都无法控制。嗨，大家好，欢迎今天收看我的视频。今天想跟大家介绍一下巴黎和上海这两座城市，然后从生活和找房子到工作3方面来给大家做一个对比。我之前是在巴黎生活了7年的时间，在去年的时候吧，然后回到上海，是回到国内，然后就来到上海。我之前是没有在上海生活过的，所以对于我来说，上海是一座，也是一座新城市。需要重新的去认识它，重新的去体验这里的生活。有很多朋友知道我之前在巴黎生活过之后，都会问我，你为什么要选择回国？你觉得回国之后和在巴黎的生活有什么区别？那今天的视频想给大家就是简单的聊一下，我觉得回国之后和在巴黎生活有什么区别，还有上海和巴黎这两座城市在生活成本方面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差别。Look at the paintings, I'll be your guide. Don't stop looking in my eyes. 那首先我想从房租方面给大家做一个分析。巴黎对于我来说，它的房租相对来说比较他们的房子的质量，我觉得要稍贵，比国内的要贵。因为国内你在比方说我们用1000欧去租房子，在巴黎的1000欧，你在小巴黎就是1圈之内，你可以租到一个studio， 大概是20平、25平之内的一个 studio， 就是一个小的公寓式的。但是你1000欧换算成人民币是大概7000多、8000的样子。在8000，在上海的话，你完全可以在相对郊区的位置租一个1室1厅，并且房子的质量和房子的新旧程度都要比巴黎的房子状况要好。并且，在巴黎有的时候你租房子，如果说你租的这间房子是一家中介的房子的话，那中介会要求你提供一份担保。那这个担保你可以是来自父母的担保。如果说你是学生的话，那学生必然会有一部分资金支持是来自父母的。那父母出这个担保，意思是说，如果说有一天他不能付这份房租的话，是由父母来支付房租的。但是，如果说你不是学生，你要租这个房子，你需要提供一份工作合同。那这份工作合同呢，是有2个要求的。第一个要求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份长期的工作合同，也就是法国人说的 CDE。那这份长期的工作合同还有第2个要求，就是你的工资是你要租的这间房子的房租的3倍。那很多中介它都是这2个条件是硬性条件。那对于有的留学生或者是已经工作的，工资还没有达到一定数额的小伙伴们来说，在巴黎租房子最头疼的就是这2个条件了。像我刚刚去的时候，在上学的时候，在巴黎租房子，基本上租的都是我们华人的出租的房子。一是我可以通过华人的网站，就是法国最著名的新欧洲网站，可以从上面找一些房源，我可以直接联系房东。第2是一般华人的房东在出租房子的时候，他会考虑到留学生的实际情况，他不会去要求必须要交一些材料之后才可以租给你。
我之前的时候在巴黎有一次去看房子，是和别人一起看房子。那间房子是在巴黎的北边，其实北边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区，但是它还是在小巴黎之内。然后那间房子它很小的，只是一个 studio， 就是大概20平米以内吧。然后我们去的时候，我见过最夸张的那一次，就是我们去需要排队去，大家手里面要拿着你的各种的材料，证明你可以支付房租的材料。然后每个人他会。中介他会让每个人就是单独去进去参观一下，然后把你的材料收上来。我之前的感觉就是好像一家公司在面试啊，然后就可能参观了10个人，10个人里面中介会选条件最优秀的那一个。但是其实就是中介他不会只听你说。我一定会付房租的，我就是在房租方面不会出任何问题，他不会听你说这些，法国人这一点就是非常的死脑筋，就是他们一定要这些纸张上面的东西，就是材料上面的东西，才会把这个房子租给你。我觉得找房子在巴黎来说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并且特别能影响你的心情。和特别能影响你整个生活的感受和生活的氛围那我们当时来的时候呢，在上海是看了很多间房子，就是我觉得这一点和在巴黎不一样，因为在巴黎的时候是你约很久，然后约到一个房子可以去看，看完之后人家还要让你回去等通知。然后在上海这边我们是排了1、2、3、4、5、6这样几个房源，然后一天就是都看下来，我觉得房源上面是非常充足的，并且房子的质量非常有保障。所以在租房子方面我还是喜欢上海。像支出在法国其实比在国内的时候要占的比重要更大一点，在我的日常支出之中，那就是旅游的这一项。因为在巴黎的时候工作，每年是有大概20多天的假期。在国内就是有10天，我去年的时候的合同里面是有10天的假期。那因为假期在法国的时候假期更多，所以就更有时间出去玩。也就是说，出去旅行的这一部分支出，在我生活在巴黎的时候占的比重相对来说比在上海的时候要高一点。我个人来讲，旅行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它是一个能够让我完全与工作分离开来，就是去思考其他的一些东西，然后去寻找世界上其他的可能性的一段时光。所以在法国这几年之后，我觉得这是一个我培养的，好像新培养出来的一个习惯一样。因为之前我并不是一个特别喜欢旅游的人，也不知道怎么通过旅游这种方式去放松的人。所以说回来之后，在上海没有了这一点优势之后，我就觉得有的时候会稍微感觉自己好像被困在了这种日常生活之中。但是我觉得调节的方式不一样吧，毕竟有一些其他的宣泄的地方是和在巴黎生活的时候没有的。我们可以看一下日常的生活成本，就是我们的吃和穿方面。穿方面我就不想再更深入的去比较了，因为毕竟每个人对穿着的需求不一样。但是法国有一个优点，就是它在打折季的时候，衣物方面相对来说还是挺便宜的。但是在国内的优势就是你有淘宝，淘宝上的东西本来就是不贵的，那打不打折也都无所谓。不过你要想买一些牌子的东西，尤其是法国的牌子都非常的有名，那肯定在巴黎的优势要更大一些。因为在打折季的时候，它有一些大牌在打折之后还是非常划算的，甚至有一些牌子我看到在国内还在以原价销售的情况下，在法国已经是寂寞清仓的一个状态了。还有一些化妆品啊什么的，这些就是在法国你可以找到非常
也是有打折的渠道可以去购买，但是在国内，你去淘宝上找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便宜的卖家的话，你可能会怀疑它到底是不是真货了。基本的生活成本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小操作来了解一下，就是我们分别通过法国的大型超市家乐福 Carrefour 的网站去下一单，去买一些我们一周所需要的一些食品肉奶和鸡蛋之类的东西，然后我们再通过国内的盒马 APP 再下一个相对来说同样的一个订单，让我们来比较一下两个城市哪一个城市的生活消费成本更高一点。大家可以比较一下我在家乐福上边下的订单，基本上有一些蔬菜、牛奶还有肉类，大概是30欧元左右，合成人民币的话是236人民币。相对应的，我在盒马上边也下了同样的订单，基本上按照级别差不多的蔬菜还有肉还有牛奶鸡蛋下的订单。通过这个对比，我觉得如果说把消费水平维持在这样一个基础上面的话，巴黎和上海的消费成本差距并不是很大，也许上海会比巴黎在基础消费上面便宜大概15%左右。那在便利性方面，我觉得上海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便利，而且是非常非常的科技化的一个城市。在巴黎有的时候你会感觉偶尔你会有一种就是就是有一些 old fashion 的感觉，就是有很多的一些小时刻你会觉得好像和那种还是很久以前我们做的事情是一样的感觉。但是在上海就完全非常的现代化，你去商场也好，你出行，你的吃穿各种方面都非常受到科技进步带来的影响，所以便利性上面我觉得上海是非常的便利的。那还有就是治安方面，我觉得上海治安非常的好，这一点不光是我有说过，而且来上海甚至来国内旅游的外国人都会说上海中国的治安真的是比国外要好很多。我之前在巴黎的这几年，我觉得最大的感受就是巴黎的治安越来越差。这一点不光是我们作为外国人吧去评价，就是即使是巴黎本地人，他们也对这一点就是非常的清晰的。巴黎的治安确实是不是很好，无论你是去生活还是说你去旅游，你肯定都有过这种，就是听过这种周围的人在巴黎因为治安不好被抢了，或者是被偷了，或者甚至是被打了，这种特别让人伤心的故事吧。在短期之内都没有看到它有任何好转的迹象。它的治安已经到了有一些地方，在巴黎有一些地方你不可以去，你如果去的话，你要小心是不是会有任何危险。我觉得这个在国内的任何角落都不存在这样的问题，肯定有一些治安很差的地方，但是倒不至于你去了之后会担惊受怕，觉得自己马上就要走不出这个地方了。同时和巴黎治安形成一个特别强大的反差的地方就是他们的自由度。无论是你有任何的不满都可以非常自由的去表达，你可以去罢工，你可以去游行，你可以去说总统的不好，你可以说任何你觉得任何不好的东西你都可以说，没有人会因为你说了什么你做了什么而去指责你，而去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去禁止你去表达。巴黎最让我喜欢的地方就是
我觉得巴黎是一个充满各种可能的地方。这种可能并不是说给你事业或者是工作或者是财富上面带来的某种可能，而是给你生活的灵感和生活的激情和对美好的向往的一种可能。我觉得这些东西是别的地方没有给我的，或者是我暂时还没有发现的。而这一点我觉得是在我以后的人生当中会对我产生最大影响的地方。一些朋友就会问我，那你现在是喜欢上海还是喜欢巴黎？我觉得开始的时候我还在纠结，我觉得上海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城市，那我是不是更喜欢上海了呢？其实想了一下之后，我觉得这个问题并不是绝对的，因为毕竟我在巴黎度过了7年的时间，这7年的时间是我20岁的人生的大部分时间。也就是说，如果说你现在让我去比较巴黎是不是一个比上海更好的城市，或者是我更喜欢巴黎还是更喜欢上海，我觉得这个比较对于我来说可能是不成立的，因为我所生活过的地方对我来说是有特殊的意义的。那无论是我更喜欢上海还是更喜欢巴黎，巴黎在我以往的生活中都是一个不可磨灭的经验，都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那么一段经历。对于我来说，尤其是对我以后的道路上面来说，我年轻的时候的这段经历都是非常宝贵的。所以说它是好的是坏的，是美的是丑的，它都不能让我去判定说我喜欢它或者是我不喜欢它。要比较的话，那可以说巴黎算是一个老朋友，上海是一个新朋友。那你不能说一定要拿一个老朋友去比较一个新朋友，只能说你会珍惜老朋友，然后会好好和新朋友相处。Thank you for coming. I know that you're trying to do